攻略离月成功后，我回到了原来的世界。直到第8年，沉睡的系统再次苏醒。宿主，原被攻略的对象精神状态很不美丽，吵着要见你。系统检测到他按现在的发展轨迹，极有可能会黑化成毁灭小说的反派角色。他还说，要是见不到你，就把我们系统都给炸了。哥们，看在大家都是好兄弟的份上，你能回去看这个颠婆一眼吗？沉睡许久的系统再次苏醒，他这次突然出现。我正带着老婆和孩子从亲子游乐场出来，女儿宋念念一小只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嚷着要把肯德基当晚饭。好好好，我们家的小公主想要吃什么都可以。宋晨，你就宠念念吧，迟早有一天她要被你惯坏了。哎呀，老婆，其实是我想吃汉堡了。正好念念帮我说了出来。妻子送了我一个大白眼，突然耳边响起了一阵熟悉的电子声。宿主，好久不见。是这样的，你还记得8年前的那个穿书任务吗？你之前的攻略任务圆满完成，你如果继续留在那个世界，也是衣食无忧，有一个身价不菲的妻子和一个乖巧的儿子。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回来呢？就是自从你离开后，你之前的攻略对象的精神状态就逐渐下降，现在已经快要到达癫狂的程度了。他为了找你，不惜研究毁灭系统的办法。我们都担心，万一哪天真被他捣鼓出来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他现在看到幸福融洽的一家3口，突然哽住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“你能回去看看他们吗？”我被这突来的变故吓得愣在原地，那段生活经历怎么可能会忘？当年我在一场火灾现场实施救援，突然发生了爆炸，一阵短暂的电子蜂鸣声后，我就被绑定了这个系统。系统为了救我，把我送到了一本颠婆女主小说文里，任务就是攻略她，只要帮助她成为黎氏继承人，并且让她放弃和男二那个大沙雕的纠缠，和我结婚，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。同时，我还可以选择用这个身份在这个世界继续存活下来，因为如果回到原来的世界，我的身体在遭受巨大的爆炸后，生命已经所剩无几，所以我很珍惜这次机会。在黎月被渣男骗钱又骗色时，我一语点醒了这个恋爱脑，还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安慰他，教他辨别渣男。慢慢的，他对我的态度也渐渐从淡漠高冷变得温柔体贴。后来一次酒后畅聊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我和他自然地在一起了。但是同时，我也不小心把系统攻略他的事情给说了出来。我以为他喝醉了，应该不会记住，结果女人3分醉，演到我流泪，搞了半天是装醉。他就这样水灵灵的把我骗到手了。在帮助他夺得黎氏继承人后，我们俩也举行了婚礼，婚后生活也还算得上甜蜜。1年之后，我们有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，他给他取名为宋希月，意思是他这辈子就赖上我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娘俩。随着小不点的长大，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他，看见啥都想尝试一下。在人都还没有凳子高的年纪，吵着闹着要学钢琴。黎月二话不说，请来了全国最有名的钢琴家给小希月当私教。果然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想我当时还在玩泥巴，而他在连尿都还控制不住的年纪，就已经能硬控全国知名钢琴家张琪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随着小月学习钢琴的时间越长，我发现他对我好像越来越抵触。他妈妈一直忙于公司事务，所以孩子的日常大部分都是由我来管理，唯独只有学习钢琴这件事不让我插手。小月一向不贪嘴，
可最近隔三差五就要缠着我吃肯德基，于是我苦口婆心地和他解释：宝贝，这个东西咱们可以偶尔吃一下，但是不能经常吃，不然不会长身体的。随即我面临的就是暴雨般的哭泣：爸爸坏，爸爸坏，我不要爸爸了，我要换一个爸爸。当时只道是寻常，还以为这就小孩子哭闹脱口而出的，他也不知道换一个爸爸是什么概念。结果一语成谶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在小月5岁生日的那天，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去外面大吃了一顿。结果我刚从卫生间出来，就听到他们娘俩在背后蛐蛐我。我跟妈妈保证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早日帮妈妈赶走爸爸这个大坏蛋，让小张叔叔和妈妈结婚，给我换一个爸爸。黎月宠溺地看着他，轻轻笑了一声：好呀，一言为定喽。我的小月月不愧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。我顿时犹如五雷轰顶般愣在原地，因为我实在想不通黎月和孩子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。愣了一会后，我假装没有听到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回到了餐桌。我真的不理解，就一直盯着黎月看。可当黎月对上我的目光时，她神情淡然，缓缓开口：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菜，快点吃完，带着小月回家。我公司待会还有事。他总是这么不怒自威，我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他：好，待会我带小月先回家，你忙公司的事也不要太累了。对了，小月待会还要练钢琴，张老师会来家里，我应该赶不及回去，你接待一下。好的，老婆大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霎时间，我就把刚才他们娘俩的对话给抛之脑后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回到家没一会，门铃就响起来了。小月月蹦蹦跳跳地跑去门口迎接，女儿亲昵地牵着这个男人的手，来到我面前，傲娇地抬起头，撅着小嘴嘟囔着：爸爸，以后我要让小张叔叔当我的爸爸。我是第一次见张老师，他谦逊有礼，儒雅帅气，跟我是完全不同的类型，但是他的眉眼之间总是给我一股熟悉的感觉。我顾不上张老师，一下子我就想起了刚才餐厅里的对话。我想从小月月这作为突破口，我想要一个真相，于是假装不在意地问小月月：为什么呀？爸爸对你不好吗？她揉了揉鼻子，瞬间两眼泪汪汪。爸爸坏，爸爸什么都不会，小张叔叔却能教我弹琴，让我将来成为钢琴家。我一愣，我的悉心照顾在他眼里一文不值，父亲的陪伴真的抵不过想成为钢琴家的虚荣。这时张琪走了过来，轻轻揉了揉小月的脑袋：不可以这样对爸爸说话的哦，就算你觉得爸爸讨厌，不喜欢爸爸，但是也不能说这种话伤爸爸的心，小心他生气了打你屁屁。女儿一听立马炸毛，她哭闹着不要我抱，在我怀里对我拳打脚踢的。不要，我不要你，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的爸爸是小张叔叔，你是个坏人，我就要小张叔叔，我要小张叔叔和我妈妈结婚。我顾不上疼，直到管家上前把他抱下去，我都还在自责自己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好，让女儿无比嫌弃我这个爸爸。我本来想找老婆商量一下，给女儿停课，我给她辅导辅导心理。可我刚到公司，就听见女儿说，却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。妈妈，我不喜欢爸爸，他真的会和你离婚，让小张叔叔来当我的爸爸吗？黎月摸了摸他的头，当然了，妈妈喜欢的是小张叔叔，你爸爸只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，怎么配培养你呢？小月的脑袋点得像只啄米的小鸡一样。耶，太好了，爸爸终于要走了，我不喜欢他，他都不给我吃肯德基，还是小张叔叔好，我可喜欢他了。
我愣在原地，我强忍着恶心，默默回到房间，开始回忆着这几年发生的一切。此时的黎月已经是阳城首富了，自从他接管了黎氏，每天忙里忙外，女儿的一切他都从不过问。但是只要涉及到钢琴课，他从不缺席，哪怕是当天要谈一笔大生意，他也会直接推掉。他说他不能缺席女儿的每一次进步。黎月放下身段，撤走司机，每次张老师都是他亲自去接。原来一直都是我太蠢，竟没发现黎月和张琪早就暗通款曲。我想和黎月谈谈，可是一下楼，女儿就在我的面前吵闹。黎月把她递给保姆抱着，转头对我说：“宋晨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正好，我也有事想和你说一下。我冷冷看向他，他说：“为了小月，她要和我假离婚，然后嫁给张琪。她还在骗我。”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们就是假离婚。女儿现在心理出了问题，我们别刺激她。等她好了，我就立马和她离婚，我们再复婚。只是得委屈你一下，你得净身出户，不然会影响公司的股价。我会打点好一切，你不用担心吃住的问题。咱们一切都是为了女儿，不是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爱她吗？有一瞬间，我看到他慌了神，往日雷厉风行女强人的魅力瞬间消失。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。你在说什么？爱谁？那你今天到底去哪了？你不是说回公司处理工作吗？怎么会和张老师一同回来？这一次，他没再做任何解释，反而朝我怒吼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女儿的命都快保不住了，你还在这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居然还在为这些小事争风吃醋。宋晨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。”他说完就留下一份离婚合同，没有感情的望向说：“我早一天嫁给他，小月的身体就能早一天康复。为了孩子，我希望你尽快做决定。”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好陌生。我从8年前就来到这里，陪在他身边整整8年。这8年，我竭尽所能对他好，就算是在他被渣男骗钱骗色，我也对他不离不弃。终于他看到了身后的我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修成正果。他将他交付于我的那天，我向他坦白了一切。月月，你在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本小说，而我是被系统派发进来的。我的任务就是救赎你，播正你大女主的剧情，让你不偏离主线的走完这一生。我还记得他当时惊得眼睛都快要掉到地上了，于是紧紧抱住我，开口问道：“那你的任务是完成了吗？那你是不是也要丢下我一个人，离开我了吗？”当时他已经泪眼婆娑，我心疼地牢牢抱住他：“傻瓜，当然不会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”那时候我的眼里只有他。他说他爱我，不想我为了他而被系统惩罚抹杀消失。现在想起这些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我还是太高估了我自己，怎么可能误的是一个没有心的纸片人？想了一夜，我也想通了。于是我重新启动了系统。系统，我想回去了。系统对于我忽然想要回去的这个想法非常吃惊。宿主何必呢？如果选择脱离小说世界，回到现实世界，那小说中的原主将会被即刻抹杀。你真的考虑好了？就算是攻略对象要和你离婚，你就耗着呗，反正只要你不签字，你就一直可以留在这里。说实话，我犹豫了。对于一个让我倾尽全部去爱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如此绝情？我也舍不得。下楼走到女儿房间外，想再看看她，却发现她正在和张琪打视频电话。小张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就可以让你来做我的爸爸了。张琪在对面笑得很开心。我们小月月可真厉害，
他透过屏幕看到站在门后的我，挑衅地笑了笑，仿佛在说：“你输了。”我又回到了客厅，黎月见是我走了过来，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合同签好了吗？”我本犹豫的心一下子变得坚定，与其在这看他们你侬我侬，还不如眼不见为净，回到原本我自己的世界里去。系统看我这个样子，原本一直平淡的他也叹了一口气：“宿主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那我也就不再劝你了。”我把合同递给了他，签是签好了，但是净身出户，我不同意。也就是在同一时刻，我在脑海中和系统对话：“就是现在，请将我即刻抹杀吧。”我就这么突然地倒在了黎月眼前，甚至手里的合同都还没来得及放稳在桌上，这份合同已经被我找了律师重新修改过，财产会被我分走一半，也算是对我这几年的一个补偿吧。同时我也交代了律师，把我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部捐给当地的孤儿院和流浪动物救助中心。一想到这，我就心如刀绞，这么大一笔钱真是白瞎了。统哥，咱就是说，你们能不能升级一下服务器啊？这么大一笔钱，稍微让我带点走也行啊。能不能让两个世界的货币流通？书里开口闭口，随便一张卡里就是几个亿，我要是能带走，这不直接幸福疯？童子哥听到我这话，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才开口：“那我把你这意见上报给老大，但是他们能不能接受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那我现在重新回到我原来的世界，我将会是去哪里呀？”系统反应了一会：“陈哥，你在这本小说里的攻略任务是已经完成的了，你的奖励就是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以这个身份活下去。但是现在你放弃了奖励，所以你会回到火灾现场爆炸的那一瞬间，再次经历一遍爆炸，但是是生是死，哥们就不知道了。”“什么？在这边才死了一遍，一回来也是直接嗝屁了啊？不是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不行，大家都是哥们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都已经这么可怜了，对不对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，童子哥，求你了！虽然一遇到困难就说想死，但是只是说说而已，不能当真的呀！”童子哥被我缠得头都要炸了，他扭扭捏捏，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急死我了都！只是要花掉我的积分。哎呀，积分再攒就好了。可是我要是没了，以后谁帮你去完成攻略任务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倒是简单，你都不知道我攒了多久呢。我还想着用这笔小金库里的积分去给我老婆换个升级程序呢。算了，都是哥们，看在你都被人绿了的份上，哥们还是帮你吧。好，林霄，你现在骂的真是越来越脏了。我给你换了一个安全罩，在爆炸中你会没事的。不过你记得出去之后一定得给我打5星好评啊。这样啊，你不早说。你放心，我直接10星好评。万一以后还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随时来找我。就这样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。爆炸就在我旁边，火花四溅。但是有了安全罩，我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。虽然有了安全着，但巨大的冲击力还是把我给震晕了。宋晨，一睁眼，我看到了昔日的队友们，全都在抱着我哭泣。哥们还没死呢，哭啥呢？呜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班长贺一此时就是一个小哭包，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下来，边说边就朝着我身上蹭过来。哎，别过来呀！别把你的鼻涕蹭我身上了！贺一立马擦干鼻涕眼泪，朝我飞奔过来。你刚才让我先走，我才出去就听到了工厂里传来了爆炸声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我以为你已经没了。班长，还没说完，贺一就又哭了起来。
我现在不是好好的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快先送我去医院。你要是在这再哭一会，我可能就真的没了啊！对对对，先去医院。看到往日的战友，我才意识到，这一次我是真的回来了。我要放弃过去，重新开始生活也罢，这也许就是重生的含义。而黎月这边，他还以为我是在和他耍什么把戏，不净身出户也行。但是你这要走一半的财产，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？这样我以后每月给你10万，咱们先去把离婚手续给办了，救女儿要紧。不是，你个大男人还想学人家小女子晕倒来威胁我呀？我可不吃这一套。我们也算是好聚好散。看我依旧没有回应，他皱了皱眉，拿出手机。王特助，宋先生晕倒了，你叫张医生过来看看。你顺便来一下我的书房，我有几个文件要拿给你，有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，你到时候再去联系律师。他本来想直接离开的，但是不知为何又忽然折返回来，拿了个毯子盖到我身上。可一刚碰到我的身体，他愣在了原地。他以为我之前所说的系统抹杀只是骗他的说辞。这时小月听到声响，也从楼上下来了。她看到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被吓哭了，随即就给张琪打去了电话。没一会，张琪就来到了家里。出什么事？阿里，宋晨他死了。他的语气微颤，似乎还没有从我已经死掉的事实里反应过来。什么？爸爸死了？耶！太好了，小张叔叔现在可以做我的爸爸了。闭嘴！小月被妈妈突然的变化吓得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张琪过去抱起小月。阿里，宋晨他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有我了，我会好好爱你，爱小月的。咱们3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。这一句话犹如惊雷一般，瞬间点醒了黎月。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遍。所以你之前一直让我教小月说系统抹杀的话，你是不是知道只要宋晨和我离婚，他就会死？还有你以前从来不会叫我阿里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目的才会想着来接近我的？张琪被黎月突然的质问吓得愣在原地。你到底是谁？他依旧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小黎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宋晨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死于心脏骤停，让他心脏骤停的人也不是我呀。随后他又继续补充道：小黎，我知道宋晨走了你很痛苦，但是人各有命，也许他的命数就在这里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和我好好的走下去，相信我，我会给你幸福的。可是黎月现在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，随即叫来手下，把他关到了地下室。在黎月的一番折磨后，张琪终于说出了实话。其实他就是齐公章，之前骗了黎月钱和色的那个渣男。难怪我之前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很熟悉，但是具体哪里熟悉又说不上来。原来他也是穿进来的攻略男，但是他的任务就只是毁了黎月的初恋，帮助他在情感上成长。但是这家伙不光骗感情，在见到黎月是个傻白甜，还颇有几分姿色，还是个富婆，于是动起了歪心思，直接连人带钱一起骗了，然后跑路了。系统为了惩罚他，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内容推进，于是让他染上了毒瘾。短短1年就输完了从黎月这片走的50亿，还借了高利贷8000万。现在利滚利越来越高，他还不出钱，只能出此下策搏一把。他去整了容，然后再次来到了黎月的身边，用当年同样的方式把黎月哄得一愣一愣的。好家伙，简直就是艺高人胆大。接着他又从齐公章嘴里套出来了所有他知道的关于系统的内容。此时的黎月
在连续遭到同一个男人的2次背叛之后，再加上由于他的不真诚导致了我死亡，好像已经开始黑化。他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相信我所说的。齐公章被他关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，日日夜夜的折磨。每当到达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又会给他叫来医生。他受够了这个女人的折磨，向系统申请脱离。可是鉴于他之前的行为，他的选项里并没有脱离这一个选项。他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等到黎月玩腻了，他才能迎来死亡脱离。可是黎月怎么可能这样轻易放过他？其实黎月也是自欺欺人。如果他不相信我说过的系统，那么他又怎么会按照齐公章告诉他的那些话去交给小月，以此逼迫我离婚？有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放在明面上了。我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。从医院回来之后，我像正常人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，遇到了爱我的人，还有了属于我们爱情的结晶。系统自从我脱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，直到今天。他语气焦急，主要就是那个黎月一直在捣鼓连接现实世界与异世界的仪器，还一直嚷着说要毁了系统。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很强大了，他让实验室捣鼓的那些东西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的。我们真的很怕他变成一个超级大反派，脱离我们的控制。如果这样了，那可全都玩完了。所以宿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回去再陪他1个月，不准拒绝。哥们当初可是用私房小金库救了你的命，要不是当初他用自己的积分帮我兑换了安全罩，我现在不知道骨灰已经飘到哪了。虽然真的很不想再见到那个癫婆，我还是答应了他。但是我得先回家和我老婆商量商量。对，那是自然，我等你。我的这段经历，我的妻子余年是知道的，她是一名医生，是我从火灾现场送到医院后我的主治医生。在我们正式确立关系之前，我就把我这段离奇的经历都告诉了他。我怕他把我当成疯子，就全让他当成笑话听听。现在他听到系统2字，并没有露出很惊讶的表情，只是切菜的手顿了一下。他看向我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眼底湿漉漉的。宋晨，那你回去还会回来吗？他最后的这几个字都已经带上了颤音。我走过去抱住他，笑着说道：傻丫头，当然不会了，又胡思乱想。系统说了，这次时间只有1个月，而且没有任务，只是回去一下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留在那里。时间一到我就会回来。我才一说完，厨房的门忽然被推开，女儿念念立马做出捂眼睛的动作，笑着说：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然后又默默退了出去，还顺手把门给带上了。你看咱们的女儿这么可爱，我怎么可能舍得留在那边？老婆也一下子就被女儿的这个行为给逗笑了。我走出来，看到念念眨巴着大眼睛，一手托着下巴。爸爸，我刚才听到你说你要出去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可以带上念念吗？我也想出去玩，可是这个爸爸做不了主爱，要等爸爸问一下领导才知道哦。念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我一直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必要让孩子知道，但是看到念念，我突然间觉得，也许让他知道真相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我把系统叫了出来，这可以吗？他好像也已经摆烂了，只要我能回去，感觉现在提出任何条件他都会答应，也不是不行。毕竟哥们这么优秀，虽然有点难度，但是业绩常年稳居榜首，没谁会说啥的。随即他就在我的面前变出了一个类似运动手环的东西。1个月之后是黎月的生日，
这段时间拜托你安抚一下他的情绪。1个月一到，你只要按下手环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我感受到余年好像一直在看我，我转过身去，迎上了他的目光。你放心，你是我的爱人，这里有你，有女儿，有我的朋友，我会回来。于是我带着念念又一次回到了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。系统直接把我和念念送到了黎月家里，一落地就看到了小月。书内的时间与外面不一样，我已经出去8年了，但是现在小月看起来只是长大了3、4岁的样子，看起来没比念念大多少。她一看到我，立马飞奔过来抱住了我，大声叫道：“爸爸，我好想你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胡说，他是我爸爸，才不是你的呢。念念一边说着，一边上手推开了小月。小月被一把推倒，摔到了地上。我拦住了念念，去扶起了小月。小月一直强忍着没有哭出来。念念，她是你的姐姐，不可以这样子和姐姐说话，知道吗？姐姐，可是妈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吗？吵什么吵？一天只知道吵，只知道哭，你是个废物吗？宋希月，黎月一边生气地说着，一边从楼上下来。可看到来人是我时，他瞬间由刚才的愤怒变为喜极而泣，从楼下飞奔下来，到我身旁，一把就挽住我的脖子。宋晨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把他的手拿下，孩子还在，别这样。他听到我这话，才注意我身旁多了一个小女孩。她是谁？面对这个曾经想让我去死的女人，我冷冷开口：“她是我的女儿。”念念听到这话，她瞬间癫狂。所以当年你离开我，全都是因为这个贱种吗？世上根本没有你说的系统，你只是为了编出来骗我，好去和那俩贱皮子在一起吗？果然，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们男的就是贱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，你就该死。他说着就要朝念念扑过去，我一个跨步跑到他之前，抱起了念念。念念已经被他的模样吓哭了，可是反观一旁的希月，他好似对这种场景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只见宋希月熟练地拨通了手表电话：“顾医生，妈妈好像又发疯了，你来一下。”没2秒，家庭医生就出现在眼前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大针筒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那手法简直不要太熟练，直中黎月手臂。没2秒，黎月就安静地倒在了他怀中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惊，但是没2秒就恢复了镇定。宋先生，还请您过来搭把手。在黎月昏睡的期间，顾医生和我谈起了我消失这段时间。黎月就像疯了一样，满世界找我，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进了科研。他相信，既然你可以穿进来，那么他也就可以穿出去。他一定要找到你。他变得越来越偏执，越来越癫狂。他把你离去的错都归结在小希月身上。希月只要一哭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然后把他关进地下室。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我听他说完这些之后，对希月只有满满的心疼。怪我这个当父亲的，为了报复黎月，脑子一热做下的决定，到头来让希月吃了这么多苦。难怪刚才我看他一直憋着，不敢哭出声来。等到镇定剂的时效过了，黎月醒了过来，他看见了是我一直守着他，语气变得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宋晨，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默默地看着他，回不去了。隐约间，我看到他的眸子好似蒙上了泪光。从这之后，他每日早出晚归。听希月说了，我才知道他又全心投入到了科研项目中。他势必要研究出连接几个异世界的方法。这段时间，黎月没有再找过我，倒是希月几乎每天都会来找我。
缠着我去送他上学，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。爸爸，再过几天就是妈妈的生日了，我们准备怎么过？这个我确实还没有想好，半天都没有回答。然后西月又问起我还记不记得她的生日是哪天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西月的眼睛亮亮的，似乎对于我的回答又紧张又期待。当然记得，我不会忘的。西月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啊，我在这过了这么多年，真心实意地待他们娘俩，投入了感情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忘掉？西月转头看向我，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真心实意的笑容，明媚开朗而又阳光。爸爸，等到妈妈生日那一天，可以也送我一个礼物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他这句话有什么用意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到了黎月生日这天，我也没有想好送西月什么，最终我还是决定去买一个现成的礼物。我穿上外衣，匆匆地朝外走去，一推开门，看到的却是几乎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没怎么出现过在我面前的黎月。他看到我，朝我努力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微笑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一起过吗？我们一家3口，算起来我们也好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去订。餐厅倒是不用了，西月提前和我说过了，要给你过生日，我已经订好了，但是要等到下午。之前答应了小月要给她送一个礼物，现在我准备去挑一件。我朝电梯间走去，高跟鞋从后面响了起来，黎月追了过来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，刚好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在商场地下室，他的手指不停地轻敲汽车驾驶盘，明明找我说话的是他，现在一言不发的也是他。他的眼神似乎不经意地瞥向我手指上戴着的戒指，慢慢的，声音很轻。宋晨，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，你说我们回不到过去了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就算你已经又结婚了，还有了孩子，那也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。只要你留下来，我可以当做你从来没有走过，也没有结过婚。至于那个小孩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喜欢他，我也可以喜欢他，可以把他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亏欠。黎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表情相当严肃认真，几乎有一种偏执的风感加在里面。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我愿意承担一切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结婚的，这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，我慢慢地开口，我的妻子还在等我，你大概永远都不知道她比你好多少。我买完礼物，走出商场，发现黎月竟然还在。我们一起去接西月吧，去一起过生日，拜托。最后那2个字，他说得很小声，他现在的表情就好像我们刚才没有吵过架一样。我真的越来越看不懂他了，虽然感觉很奇怪，但我还是应了下来。这场生日很简单，4个人1桌菜。平常我给余年过生日差不多也是这样。念念今天格外的乖巧，大概是知道只要我们过完生日就可以回家去找妈妈了。她不哭不闹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看着我把蛋糕送到黎月面前，给她戴上生日皇冠。我插上蜡烛，许个愿吧。黎月，念念跳起来，小腿扑腾得飞快，啪的一下就把包间的灯给关了。昏暗的房间里，黎月双手合十，看向我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我还没有说话，他就直接开口，我许愿，我要宋晨留下来，我要他永远陪着我。换一个吧。我无奈地看向黎月，黎月却突然变得癫狂起来，与刚才的他判若两人。我只要你留下来，我的愿望只有这一个。既然我出不去，那你也别想回去，你永远都只能是我的。他指着念念，露出嫉妒的眼神，
他们已经霸占了你这么久了，难道还想霸占你一辈子吗？凭什么？最后这3个字，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来的。我怕念念被他这疯癫模样吓到，想要把他护在身后，他却捏着小拳头，猛地跳了出来。才不是妈妈抢走爸爸，爸爸本来就是妈妈的，是你们不要爸爸了，爸爸才会被妈妈救醒。黎月猛地朝我跑过来，我以为他要伤害念念，用手挡在身前，他却用力一把将我手上的手环扯下。他表情委屈，但是连连后退，一直到窗边，把手伸了出去，似乎下一秒他就要把手环毁了。我整个人都麻了，一边安抚他，一边朝他移动。我知道你是用这个和那边世界联系的，你和这个剑种那天的对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给我过生日只是一个幌子，你们只是不想让我继续研究穿越之法吧？全都是骗子，骗子！我现在就把它毁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回去和那个贱人团聚。他的这个操作吓得我狂叫系统，大哥大哥，快救命，生死攸关啊！我还在想，我会不会因为过生日这个任务失败，然后被困在这个鬼地方吧？虽然这里确实有钱有闲，但是还有黎月这个疯女人啊！我是真的多一秒都不想待在这了，但是系统却迟迟没有反应。我看了一下呀，时间离30天结束已经没有几分钟了。这时，一直在一旁不出声的小月努力朝我挤出一个笑容，嘴里好像还在说什么，但是我没有听清。下一秒，他就朝着他妈妈冲了过去，一把抢了他手里的手环，然后抱着黎月一起从楼上跳下。不要！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房间内只剩下我和念念了。我瘫跪在地上，无力的痛哭，背后却传来了一股温暖又熟悉的感觉。我回头一看，是余年，他抱着我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迟迟没出现的系统，现在突然出声，不好意思，陈哥，刚才我感觉到这边数值有巨大的波动，看了下时间，刚好1个月，怕你有什么危险，就立马联系了您妻子。之前答应过嫂子，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就把她也送进来。我看向余年，一下哭了出来。黎月和西月都死了，我哽咽着。西月为了救我和念念，冲过去把黎月推下楼，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。系统，你有办法可以救救他们吗？对不起，陈哥，他们本就是书世界里的角色，并且他们俩的发展早已脱离了原故事的设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节哀。我现在才回想起来，西月对我笑的那一刻，他说的那句好像是“爸爸，我永远爱你”。